说它这个是草鱼，要是像去年一样，我都想给到高级的食材了。我的预言成真了，这么顶级的草鱼怎么可能坚持1年的出品？它这道蒜泥白肉，我觉得太好吃了。可能我哪天要吃那个女装白肉。我对骗子餐厅的定义是，把普通的菜卖高价，或者是难吃的菜卖高价。这是奇瑞鸡鹅肝，我们结合了川菜的5味味型。长阳鸡豆花，你先吃个鸽腿，你吃不习惯你再给我吃。哦，像这样来，这个牛逼，一咬爆炸了。远吗？可以先看。我顺便吃个中水饺。鱼香肉丝和那还有个宫保鸡丁哈。麻婆豆腐好。放下来，好，谢谢啊。这个牛油真的是不好看，但是这道菜一开始吃我有点抗拒，吃多了我觉得这道菜味道不错，挺好的。这牛腩其实烧的不错，而且真材实料，是鲜牛肉，不是垃圾那种。米其林餐厅还打折。找这家不是网红拍的，真正懂吃人推荐的盒饭。啊，这猪肝要一个吧？没事，我随便算，随便算。30块，还可以。我今天吃了个成都3样的拌面套餐，价格挺便宜的。选这个。就中间这个吗？冰粉6块，都是我的。肉60块钱还不去，你拼个50-60块钱吧。好吗？尝尝招牌菜卤肉。现在去问红油，直接就上来3个菜，超快。这些菜都不用炒，其实都是店里当天预制的。哇！来吃王刚吃过的象宁猪头肉，好像挺有名气的。红烧牛肉、核桃肉。来吃陈麻婆前厨师长自己开的店。麻婆豆腐非遗的，真正的陈麻婆这个。你这猪蹄40块，就亏不亏啊？是鲜猪蹄吗，老板？真的是虾，真是虾。哇，你这猪蹄倒是比其他家好吃太多了。我买了10多20年了。好，入口即化，就看着没大家好，有点红。哇，满满。肥肠30，又加1碗，可以了。1年之约又来这儿了，我俩又来了吧？上次你也在吗？对。反正我是实话实说，像王刚老师的那个陈宗明师傅，他不会炒菜。哦，不是他不会，他那个店不会炒菜。反正今天他这个我就实话实说。菜单一眼看上去变动很大。还没开门，5点钟开门。感觉味道没之前好闻点。他现在没有草鱼了，只有花莲，点一个花莲。没事，等会再取消。要一个莲白是吧？油炸莲白，你觉得好吃？麻婆豆腐也没有吗？只有脑花豆腐啊。真的？对啊，我们都不吃脑啊。不过没事，脑花豆腐看看它水平咋样。现在菜感觉比以前改了一下菜单。如果不点草鱼的话，吃不出来高水平啊，因为正常的草鱼都很难吃的。不是太满意这次回访，1年之约。肉现点现切比较好吃，只要是当天店里预制的就行，不要是那种工厂里面的。这边倒挺干净。这都是现弄的。
养鱼的鱼缸这次没看到，不知道搬去哪了。厨房倒超级干净。你都吃完一个了吗？凉菜，你觉得咋样？有点偏甜，但是跟之前吃的一样吗？我忘了，我尝一尝。之前我觉得挺好吃的，尝一尝。免费小菜，这小菜还可以，就是太甜了。整体能出来是应该是定做的吧，要不自己做的。我感觉现在味道比以前重。就这纸巾免费挺大气的啊！广东那些餐馆，我记忆中好像都不免费，连丽苑都要钱。这个菜没以前的好，有点像瓤掉，就是有点没以前那么新鲜。这个菜放久了，应该说做的时候是新鲜的，但做好以后放太久。免费菜就是很爽口，跟去年比还是有退步。它这里还有自助水果，去年要多一个这个。自助水果尝一尝，西瓜现在都过季了。现在过季了，以免费的来说还行，西瓜。你花钱的话就不行。你说这个甜，那个枣子怎么样？枣子也不甜。这免费的哈密瓜倒挺甜的，脆的。这个免费划算。早饭吃过来，米饭自助的。免费吃麻婆豆脑花豆腐蒜泥白肉来了，尝一尝，尝一个蒜泥白肉。上次好像没吃是吧？这个嫩的超嫩，可能要拌一拌，好吃，比那天上海那个好吃个几百倍吧。就味道有点重，要拌一下吧。它这个蒜泥白肉是热的，然后嫩的很肥肉的部分，瘦肉有一点点柴，但是香的很。这蒜泥白肉还不错，我第一次觉得肥肉好吃。你觉得咋样？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水平是吧？给我舀点豆腐，脑花也给我舀一个豆腐。说实话，这个豆腐的酱汁有点难看。脑花豆腐，尝一尝。妈，这个不看我。好行，尝着脑花豆腐。我一般不吃脑花。入口没腥味，嚼了一下有一点点，但是后面又没有了。可以说没腥味，有一点点吧。入口即化，它搞得比较碎，还可以。但我觉得这个调味的话不够四川，有点一般调味。哎，这个豆腐多吃两口更好吃，它香辣味麻麻的，而且比较自然。这个鱼我是不想吃花鲢的。这看着就没之前的草鱼好，这是一块一块的，那个一片一片的。尝一尝这个花鲢，这就不是之前的草鱼，之前一片一片的。它这个花椒比以前用的好，花椒的那种香味很明显是吧？就不像我们吃到那种普通的花椒就没有香味的，这花椒可以。这鱼肉还不错，挺嫩的，没有土腥味。给您上个菜。好，行。又是啥菜？小煎土麻鸭，小朋友。这个鸭29块太划算了，性价比高。搞个这个鱼，觉得它花椒用的挺好的，然后鱼也没香，也没腥味，挺嫩的，还可以吧，只是没上次草鱼好。我觉得不是，但这个鱼啊，它没腥味，但是有一点点土味，很小的一点点。但是之前那个草鱼是极致没有的，这个鱼没那个草鱼好，我觉得。尝一下这个花菜。包菜，上次吃觉得挺好吃的，这次再尝一尝，你觉得咋样？你吃了没？吃了。这个挺脆的，但是稍微咸了一点点，是不是？还是一点点？应该说撒在表面的料重了一点点。搞个鸭子太远了，搞个鸭子，是又上了个鸡，尝尝鸡吧，鸡可能肉多点，那鸭子肉太少了。尝这鸡。这鸡味道有点奇怪，我发现这鸡有点不像四川做法，你觉得好吃吗？像那种红烧的那种。对，有点像红烧鸡，不是很好吃。那道鸡做失败了，不像四川的，像红烧的。那鸡我不想吃了，等会我先吃一下再评论啊，不然的话集中精力，有啥问题要吃完才知道。它这道蒜泥白肉，我觉得太好吃了。可能我哪天要吃那个米装白肉。这道白肉其实我更适合50%的调料。
啥？它是太好吃了，一点都不像以前吃过蒜泥白肉。以前吃过蒜泥白肉都太死了，这个肥肉完全像活的一样，而且超嫩，吃着不像肥肉，就是汁稍微甜了一点。但真的这道菜我觉得太好吃了。然后我再吃下别的再说，反正就这道菜我会先吃完。这鸡不可能是过水的吧？怎么有点像山东的做法，真的是不好吃这个鸡，我都想跟它退掉。这鸡是真的不好吃，我都想退掉。感觉是学山东那种烧法学的四不像。搞点豆腐，哎，它没腰花吗？不然我本来想点个腰花尝一尝。但今天差不多了，就这点有点咸，今年倒不咸，辣椒也挺香的，花椒也香。哎，那个马旺子的麻婆豆腐好吃。现在吃一下这个鸭子，服务还是不错的。跟他说了一下，把那个土鸡换掉了，换了2个别的菜。跟他询问了一下，他说也是山东的做法，先卤过又炒的。所以我说这种鸡不能先水煮再炒，不然都不好吃，要直接过油炒。换了个鹅肉尝一尝，我再尝一尝，上次没吃出腥味来，这次尝一尝。这次鹅肉是热的。说实话，这个鹅肉没有腥味，但是是热的，上次是冷的。这个鹅肉反正没有潮汕的鹅跟青荣记的鹅好吃。这个鹅肉的最大问题是味道有点太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凉拌土鸡，上次吃过还可以。他说是土鸡，那就真是吧，应该尝一尝，还可以。跟那个蒜泥白肉汁差不多，但是微微有一点点咸。吃完了，我把鸡都吃完了。那个鹅肉要打包了，这次鱼不打包了。花莲我不是很爱吃，腥味倒是没有，鸡肉也很嫩，只是没有草鱼那么好吃，那么鲜香。我觉得他还不如把草鱼卖150，保留草鱼。这花莲肉比草鱼差太远，而且这个花莲，它基本上现在很难跟那种科技很活的鱼区别开来。草鱼的话是明显有区别的。科技很活的那些鲶鱼做的味道可以跟这个花莲差不多，我觉得它不能卖这道菜，卖这道菜以后跟其他店区别不开来，都是粉丝来吃。最好吃的是蒜泥白肉，蒜泥白肉那个肉肥肉部分特别好吃，瘦肉正常，一点腥骚味都没有。反正总体这道菜，就今天这餐饭比那个南星园好吃太多了。但是麻婆豆腐一般，这个鸡还可以，但是料下的太重了。那个鸭子我觉得普通吧，只是29块还行，但是味道一般。那个包菜炒的不错，挺脆的。鹅肉没腥味，但是香味也没有，还是青荣记的鹅好吃。反正这餐饭性价比挺高的，其实够4-5个人吃。我们主要来拍视频。还行吧，反正我不知道现在王刚有没有自己在开鱼店，这个花莲还是不是自己钓水的鱼，还是他现在没有钓水那个草鱼了。我现在没看懂王刚是想当西贝、贾国龙那种60亿的大老板，还是想做新荣记那种讲食材求真的老板，现在还不知道，明年再来吃一次。我觉得他家没去年好吃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对，反正我觉得就那个蒜泥白肉最好吃，其他都一般吧。我觉得主要是精细程度没有特别好吧，感觉。但东西还算卫生吃的，油也挺好的，在川菜里算。他这个应该是他以前花了功夫心思搞的那种吊水的草鱼，不太被市场买单，没办法，国内这种现在很难做，就是做技术的东西。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国内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草鱼只值10块钱一斤，可能他卖100一条，别人觉得太贵了，而且也没啥利润，所以改卖花莲的话，大家也搞不清楚多少钱一斤，然后又能卖得更贵，应该是草鱼不太好做，应该是。几公里范围适合来吃，我也不知道。但如果是去年那个草鱼的话，我愿意从上海过来吃。现在在 SKP 直接去许家菜，米其林1星。不过这是分店，哎呀也一样了，就好比青荣记那吃个分店，味道应该也差不多吧。去吃许家菜好像在那边是吧？
还是挺好看的啊。嗯，成都这 SKP 搞得还挺好。这水还挺好看的，找不到啊，这吃饭的店在哪？这里还有个大董啊，成都也有大董，大董还是去北京吃吧。啊，这里就是徐家菜了啊，这是个柱子，就这里是个分店吧，海饮，环境还可以，果汁吧，我看着，搞点四川菜吧，不点这些怪里怪气。这里面怎么都不是四川菜，还是看它菜单吧。这餐具不比南京园好吗？价格才是1/10。这啥蒜泥牛舌，创新菜啊！乳鸽不吃吧？新荣记那种五福五味吧。宰鸡豆花，鸡豆花点一个吧。哎，还有乳鸽腿哦，他估计用的烧鸟的供应链吧。回锅肉终于有四川菜，点这个吧。这价格不太便宜了，跟那个南京园，这环境不像那个荷兰那个米其林2星的感觉。这价格咋样？就一个菜超过100块。而且这 SKP 搞活动还有200块的券，等于是321，还减200。放中间吧。鸡豆花，它这挺多的，2个人吃1份1个。这个是啥？这是江式黑糖西红柿。西红柿是吧？先吃个西红柿吧。它这上菜速度有问题。是有姜丝的。咋了？你吃不惯？没有吃不惯，就是这个姜、黑糖、姜味还是挺浓的，是有吧？这个姜味太重了。它还不如不放姜，还好吃点，因为它这个西红柿是腌过的。西红柿味道挺浓的，其实如果它不放姜更好吃点。哇，这好辣！还行，马马虎虎的。这超辣。灯影藕片尝一尝。脆脆的像薯片。尝一尝。哇，这吃着不像那个藕啊，像薯片，像零食。好辣。以零食来说，味道还行。尝鸡豆花，喝口汤。啥？感觉就是比那个马旺子。不是，就是我们在那个哪里喝的那个上海喝的那个川菜。哦，开水白菜，比那个南京园开水白菜好喝。但是鸡味不重。这鸡豆花味道也可以，没腥味，就稍微鲜香。但是我觉得水还是放多了点，是不是？反正不腻口。对。香味还是有。也没有说水放多，就是喝起来比较清爽嘛。对比那个南京园好几百倍吧。不会味道很重很腻的那种。南京园上来就一股酒味，还行吧。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淡口的鸡汤。这是你点的。我觉得这个番茄腌过比较好吃，有点像日本那天我在那个地方吃的那个番茄。目前这3个菜上来没有难吃的味道，都能吃，都过了能吃的及格线。但你要说多优秀也没有。左边这个零食，如果你在零食里来说算挺好吃的。右边那个主要有点太淡口了鸡味，但它比较清爽就能接受。主要在国内吃这些商场菜、创新菜、高端菜，你首先得先过能吃这个及格线。这家是过了，但你要说多优秀，目前还没有。可以切一下吗？还是啥？好的，谢谢了。他还比较喜欢喝这个汤，因为没啥怪味，比较清爽。你先吃个鸽腿，你吃不习惯你再给我吃。摸着鸽子是挺烫的啊，你吃得惯吗？挺难得啊，你一般不太吃鸽子。我尝一口，太烫了。他吃了一口又不要了。你说一下你吃的。吃了个小腿，然后就是有花椒味儿。吃的时候，还挺香，好像没吃出腥味。但是这个鸽子肉我觉得不算鲜，但是它不腥。我再尝一尝，又吃了一点，感觉是没吃出腥味，可能用花椒搞了一下。
它鸽子没新荣记的鲜，但是它的这个鸽子没啥怪味，汁水有一点吧，还可以，就过得去，不是太好吃，但是味道可以，就不是特别夸张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鸽子吃完了，水平就跟新荣记那鸽子差不多吧，没新荣记那个新鲜，但是它用花椒还是没啥血腥味，肉厚的地方有一点吧，有一点鸽子的味道，也谈不上血味，还到不了。这个是川豆豉好吃，回锅肉挺少的哦。尝回锅肉，这是纯瘦肉，这不是耳朵肉，咋样味道？这个是麻婆豆腐喜欢牛，肥的跟瘦的是切开好像。对，但是我觉得瘦的太老了，它这是瘦多肥少，好像有点猪腥味。有一点点淡，还是比较香的。再尝一口，炒的还是比较香的，是吧？嗯，它好像有点猪味，有一点，加上总但不讨厌。它这回锅肉倒不油，它碗还挺深的啊。吃不了肥肉的可以试一试。哦，像这样买就不会碎了。对，对了。他说是黑猪肉，有可能是真的，因为吃着还挺香的，虽然它不是肥的为主。我觉得还是很香的，就是特别是我每次吃回锅肉喜欢弄的这个葱，然后它这个味道就是越吃越香，没有感觉到会很腻的感觉。因为很多回锅肉吃上几天就会觉得特别腻，就有点，反正我吃肉是这样，多吃几天会腻的。豆腐很烫。然后它上面是雪花牛肉，就吃出来是牛排的感觉。对，我尝一下。雪花牛配在这个豆腐里面，就是有一点点不搭。你吃雪花牛的时候是雪花牛，吃着像吃牛排的感觉。对。目前来说，这家店没有一个难吃的菜吧？就没啥踩雷的菜。但是你要谈多好吃的话，也没有，反正就普普通通吧，味道，你觉得呢？就它这个油还是比较少的，正常它这么一小盘，它的油都，首先它这个设计啊，它把它油全部都倒到底下，所以我们在吃前面的时候并不是很油。然后重点是就这样，这个油也不算多。你就像我们之前吃的那个平盘子，那个盘子都铺了一盘子的油，所以它为什么吃起来不是很腻？我觉得是因为跟油少有一大的关系。味道啊，比陈麻婆的要淡，但是它的豆腐里面是有一点入味的。反正我觉得这结论，这个比陈麻婆好吃。对。甚至可能比王刚的都好吃。反正如果他的话，他比较喜欢吃这样的回锅肉，我是比较喜欢吃盒饭店的，但盒饭店他吃不了，他只能吃1-2块。我忘了是这个店还是哪个店，好像是跟新荣记合作的，这个店好像是跟新荣记合作的。怪不得这家菜好像不难吃，就是新荣记老板的朋友，估计跟新荣记学了一点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这个店是跟新荣记老板合作的，因为我看他们家2家老板是在一起吃饭的。新荣记老板跟他请教川菜，2位。我不用，我要。这肥肠你吃不了吗？我去，这我。你吃这样的不就行了？对，我吃这种。你可以吐掉。我尝个肥肠，它是有肥油的，尝一尝。这肥肠踩坑了。下班吃一下。肥肠有点雷，你知道吗？味道好淡。对，味道太淡了，没啥味道这个。它这肥肠是不是忘记放盐了？有点淡，再尝一尝。不知道是什么血，鸭血还是猪血？一般是鸭血。这肥肠有臭味是吧？对，我刚吃了一个特别薄的，就是啥也没有的，都觉得挺臭的。这肥肠不行，绝望拿去重新做一下，没味道。它这麻婆豆腐其实味道越吃越好吃，就不会咸，然后也不会那种油腻，还可以吧。就是整个牛排切碎了在上面有点奇怪，但牛排也不难吃，就有点肥。搞点这个，我再试一下。你给我弄碗饭。太奇怪，他拿去做了一下，感觉换了一锅的感觉。臭味都没有了，非常。还真是。臭味都没了。
太奇怪了。对，而且有味道了，而且现在做了会巨烫，不是一般的烫。它可能从锅里重新处理了一下。我再搞点这个肥肠拌饭，第3碗了。反正做了以后还行，就不难吃了。现在，但你要说多好吃也没有。它这个肥肠是有长头也有长边都有，反正我问他说是用气炒的，不是用电磁炉炒的。他说商场专门他们这边，他跟大董这边都能用气，他们是用这种电灶炒的，不是用电磁炉。哦，我才想起来，麻婆豆腐本来就是用牛肉炒的，只是他把牛肉变豪华了，弄成那种牛排的牛肉，有点像日本烧肉那种牛肉。这碗麻婆豆腐是这次成都行唯一吃完的一碗，可能是因为它这个红油豆瓣比较好。我看新荣记的老板，我去搜了一下，好像是找他们家拿豆瓣酱，就是它是有牛逼的豆瓣酱，但是它这个豆瓣酱不是味道多牛逼，就是红色透亮，也不咸，刚好，反正花椒味道 balance 比较好吧，就那人说的 balance。那美食节目上，但你说惊艳的味道没有。这牛肉弄进去味道其实还可以，刚开始吃有点不接受，觉得吃牛排有点怪，吃多了其实这个味道还可以。奇怪了，刚才他是不是看我拍摄？这完全换了一盘肥肠的感觉，一点肥油都没有，而且连臭味都没有。肥肠吃的还可以，都是长头，看一点肥油都没有，太奇怪了。你看刚才我吃第1块我还吐了一点，太奇怪了。有可能换了个大师傅做这个菜，因为一开始端上来是温的，这是巨烫，现在都烫，现在你都摸不了。现在都烫。而且那肥肠还好吃，太奇怪了。就现在服务挺好的，我们说的那个问题以后把我做的好吃了，而且还送2个甜品。然后服务整体来说就是有点笨，但是轻声细语，比较尊重人，不会像南星园那个在跟你教育你一样的感觉。目前吃的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加个鹅肝试一试吧，给他次机会，点个高难度的菜。红糖凉糕送的，这鹅肝也便宜，138也不贵。这边就是红桂花节安莲鱼，红桂花是吧？请买哦，这个牛逼，一咬爆炸了。这个尝一下，那个挺牛逼的凉糕。它外面是一个什么东西？一咬就爆炸了，而且比较清凉。这个是啥？这个藕粉就不像藕粉，但吃着又是藕粉。他说吃藕粉的口感。我是不喜欢吃这个薏仁，就普通的薏仁，这就藕粉。这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甜品，那个甜品你说是法国米其林餐厅的我都信。这是奇瑞之鹅肝。介绍一下。就这个是一个怪味味型的，我们结合了川菜的怪味味型，就是咸甜那么酸鲜三为一体，7种味道，然后做的这个的菜品。然后我们那个鹅肝选的是法国的鹅肝，然后制作的是法国进口的。对的。行，谢谢。切小块一点吗？对，可以。服务还可以。你尝尝跟南星园比，要就着番茄一直吃吧，好像。好。这个好吃啊。行，我尝一尝。南星园那个吃起来是干的。鹅肝是干的。腥味倒没有，就外面这个味有点太重了，还有点辣。咋了？这好吃一点。啊？这好吃一点。那鹅肝特别嫩。比南星园好吃。因为它就是吃起来就是湿湿的，然后嫩嫩的感觉，就是会有咬的时候那个鹅肝会有水的感觉吧。这个好像真的是法国的，不是山东的。味道不算奇怪。对，它没有奇怪的味道，而且味型比较多，什么辣、酸、甜都有，而且不会苦，它的辣椒。你再说一遍。这个虽然味道比较丰富，但它没有怪味儿，它每一个味道我觉得都不算那种特别突兀。然后，但是南星园的鹅肝吃起来就是我印象中就是干，以及辣椒的那个涩口，
因为辣椒比较干嘛，然后就比较涩，然后鹅肝也很干烤的，但这个鹅肝烤的相对来说较湿一点。请你们可以来试试，130一点都不贵，太便宜了，真的。菜吃的还是满意的，一开始带着偏见来的。鹅肝最好吃吧？哦，不是，那个甜品最好吃，鹅肝第二，我觉得。麻婆豆腐还可以，回锅肉也可以，这个血旺不建议。但是刚刚他又去做了一下，就味道可以。就这个小菜也好吃，但是太多了吃不完，太辣了。不知道这可以带走回去吃。不知道这个如果换成牛肉丝会不会更好吃？对，牛肉更好吃。那个辣椒面是那个2荆条辣椒面，然后那个陈皮灯油面的话是用的是红油拌的，没有拌那个辣椒面上。好，谢谢了。这家店不是骗子店，定价还算合理，就也不贵，环境也可以。有商场的会员吗？可以先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礼金。如果它这跟新荣记学了点，有点像新荣记的打包。还是这道菜是传统川菜吗？你们懂的可以来说一下。今天用餐体验还可以，不是骗子餐厅，但海鲜没吃，海鲜我不敢吃，我还是不相信他能把海鲜做好，他这供应链应该达不到我的要求。吃这个如果大众点评买券的话，还打个8折吧，差不多。我还有这个商场的购物券，减200块，等于刚才那顿也就400多块钱。这价格味道没啥问题，就不是骗子餐厅。它是胡辣荔枝味儿。哎，那老爹介绍过了。是吗？对，上次介绍过了，只是我剪掉了吧他说的话，因为觉得有点太对不起他了，说他坏话。就是网上经常会有把一些菜，比如说类似一个鸡蛋这样，然后煮熟，然后把它变形，变成什么方块啊，或者做成什么西瓜的样子、草莓的样子，然后评论区都会说把它卖给副业。然后我的理解就是，感觉上海可能包容性特别强，把一个东西变个样子，然后加个价格，然后就会有人买单的这种样子。所以为什么才会？我觉得吃这种菜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相当于是一个身份的象征，而不是在于口味。所以只要去吃的人，他都会觉得说啊好吃，但实际上只是吃个那个身份的那种感觉吧。皇帝的心意而已。对。其实越他说好吃，被我们拆穿了，只能说他越虚假，越没品味，越丢脸。钱是没智商挣的。我觉得特别是在这次吃了这一家菜之后，对比了这个鹅肝的口感跟那家的口感，就是区别真的非常大。重点是它的这种鹅肝在这种价位上，然后再对比它那个鹅肝是在那种配的套餐里面，我就觉得真的是，怪不得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卖给副业这个词，就特别能理解。对，可能在成都这种地方还是不能太智商税吧。我们现在去陈麻坡，找了一个不是景区的店，也是个老店，还不用排队。好像跟中水饺在一起。哦，它上面是陈麻婆，下面是中水饺，它是不是都是国企啊？社区店吃一下吧，直接去景区店吃太难吃了。猪肉饺子是鲜肉馅的，国企还是不计成本。哦，要不连水饺一起吃吧，现包的。在吗？你在哈？辣椒不要了。按这盐包嘛，我那边对。你好。卖鸭子啊，在这儿。对。哎，对，榨菜鸭好吃。哦，行。我问了服务员说他们是国企，四川美食餐饮公司的。中水饺铺，陈麻婆铺。其实我感觉，如果国企好好搞的话，还是可以做出不错的餐的。感觉景区店吧。介绍我一个字没看，因为还没吃味道。稍等一下哈。感觉特别像城隍庙的那种南翔小笼包的环境。扫码点餐，哇，它这豆腐品类还挺多的。我们点麻婆豆腐，哎，它上面还有包浆豆腐啊，太搞笑了吧！还有老豆腐，你看家常豆腐、砂锅豆腐。可以了，点这几个菜啊，因为我怕踩雷景区店。然后还点了个中水饺，尝一尝，不是预制菜，自己炒的。凉菜。鱼香肉丝和那个哦，我没点鱼香肉丝，只点了回锅肉。对，回锅肉是我们的。
米饭拿给我。好的好的。中水饺，顺便一起吃啊，拌一下。哎，也不用拌了，蘸点辣椒油就行。尝一尝，这是甜口的吧？你要把蒜拌开呀。我都没弄蒜，味道一般吧，吃不惯。不过它这肉确实多啊，它这肉比普通的水饺多得多，有点奇怪味道。咸甜咸甜的，你觉得味道咋样？入口是甜的，吃着吃着，入口是甜，吃完是咸是吧？对。哦，谢谢了。反正这个水饺说实话跟普通的水饺是不太一样的，肉特别多，但是肉不香，然后调料味特别重，我觉得一般。回锅肉尝一尝，先吃块瘦的，它这个就是用王刚说，它这个回锅肉是瘦是瘦，肥是肥。哎，就这个是那种2刀肉是吧？肥多瘦少，尝一尝，先吃肥的吧，看有没有骚味。王刚吃那家景区的有骚味，这个我没吃出骚味，就是有点油。再吃块纯瘦的，瘦是瘦，肥是肥。我知道这个水饺为什么是甜的了，它的料汁是甜的，这个红油就是这个料汁调配，但实际上饺子是咸的。如果单吃饺子，我觉得对，但我觉得有甜味不难吃，只是我觉得我吃不惯。这个回锅肉味道还可以，可能我来的是社区店。刚才那人跟我说，他们绝对没预制菜，你要说难吃可以，但绝对没预制菜。你吃这个咋样？就太油了是吧？这个是我刚刚说那种2刀肉吗？尝一尝。是莲白。可以。尝一尝这个莲白跟王刚的比咋样？这道回锅肉我真认为不难吃，就是太油。尝尝这莲白，还是脆甜的，就是太油，还是太油是吧？你觉得这没有香味是吧？对，不太香。没王刚的好吃。王刚的有一丝甜味还是什么，就是一股椒，反正那个味道吃上就是味道比较浓厚。这个就是感觉像我们店里差别白，没有什么太吃不下去。那这个你吃不惯？莲花白比较厚，你看啊，那个什么的不会出现这种厚的，所以它这种厚的是不进味儿的，所以我不吃是因为它不进味儿，我吃这种薄的。对。但是王刚的基本上好像都是薄的。哇，肥是真的肥，来四川吃太多肥肉了，真的太油了这家店。这个回锅肉锅气还是有的，是不是它油用的一般？那个宫保鸡丁哈。麻婆豆腐好，哇，这麻婆豆腐还是滚烫的啊！尝一尝麻婆豆腐，这麻婆豆腐要拌吗？不知道。尝一尝，远处就闻到这个香味了，辣椒油的香味。王刚上吃的比较碎，我们吃的一点都不碎，都完整。尝一尝，说非遗麻婆豆腐，四川最好吃的，尝一尝，制定行业标准的。味道一般吧，没他们说那么好吃呀，还不入味，特别淡。我觉得麻婆豆腐我吃过现在最好吃的是马旺子，这个还没王刚店做的好吃，只是王刚第2次去吃他做的麻婆豆腐颜色不是红的，是咖啡色的，有点奇怪，但味道比这个好。再吃一个，刚才吃那个真的一点都没味道，一点都不麻也不香。目前就这回锅肉味道还不错，但这回锅肉就太油了。他让我吃个小块尝一尝，我咋感觉这个麻婆豆腐是我吃过成都最难吃的？为啥他们都还觉得就是他们？我看网上评论说这个店所有菜都难吃，就这个店这个东西最好吃。但我觉得这个是最难吃的，而且超油，等于是油汤特别多，而且还不入味儿，也没麻味，也没椒味。还有一点微微的苦味，而且豆腐不进味儿，太奇怪了。嫩倒是挺嫩的，没搞懂。我目前吃过最难吃的，还是因为这个店做的不好，要去那个景区的店做的好。宫保鸡丁，这个猪肉我现在吃多了，我发现还是有一点点猪味儿，
但达不到那种骚味儿的境界，还是有一点。不过这菜是吃完了，巨油。尝一尝四川名菜宫保鸡丁，跟那个南星园的比咋样？还要助手帮着炒的，看一看。哇，这加的嫩肉粉一口都吃不下去，太嫩了，加嫩肉粉的吃不习惯。其实它这几个菜我吃下来，我看出一个问题，你知道是啥吗？就是打工的人特别敷衍老板，这有可能是个国企。特别敷衍的点是为啥？所有菜它就放很多油，他们炒着就很方便，不容易糊锅，品相好看，但是他们就不管味道。然后就像这个鸡丁也是，抓一大把粉，嫩的要死。因为不是自己的店就乱来，基本上是乱来。我再尝一口吧，宫保鸡丁，主要是加的嫩肉粉我吃不太惯。太嫩了，嫩肉粉加太多了，太应付了做菜。真的做太应付了这家店。刚才那个员工进来跟我聊说，你可以说我们的菜难吃，但绝对不能说是预制菜。他这句话说的确实有道理，他也知道难吃。你觉得南星园的宫保鸡丁好吃还是这个好吃？我觉得这个好一点吧。我觉得这个比较有锅气吧。行吧，不分伯仲吧。哦，我们吃完了，等会儿去买单。刚刚这店服务还不错，看了我买了单去看了一下，我没吃完，说今天菜怎么都没动了，还问意见，问我每个菜的意见，然后我都告诉他了，他的态度挺好的，不过可能不是他的店，他也无所谓，工作流程吧。就这里了，芙蓉皇米其林1星本店。成都的真的开餐馆的太多了。这家店应该真有实力吧？看着破破的，这能评米其林还是1星？人超多，这排队，哇，这排队人太多了，太夸张了。现在是拼桌，要拼桌哟。可以拼桌，随便拼。等一下拼桌的话，我也要。还好7桌，那这些人是干嘛？这店是吃个大排档，差不多。拼桌，拼桌吃，价格就正常，也不贵，便宜，大排档价格。所以想想那南星园卖的价格，完全是脑子有问题。川式烧鸭是啥？这不广东菜吗？看了一下，肯定要点雪花鸡脑吧。然后这个芙蓉鸡片，其实像这种烧鸭这种菜哦，考验它技术的店，你点个烧鸭就知道了。要是鸭肉有腥味就不行。我也不考验它了，因为也没啥人吹它特别牛。我就点点正常不踩雷的菜吧，点个鱼吧，点个鱼尝一尝它水平。鱼考验技术，就放下来。好，谢谢啊。什么鸡？鸡挠。对。高一点，尝一尝雪花鸡，味道还行吧，没啥怪味，油油的，是不是？油有点比较油，油有点大，味道还行，就是有点像蒸鸡蛋的感觉。就这道菜味道还可以，只是没有什么牛逼的味道，就是有点蒸鸡蛋的味道。然后比较油，就这道菜不是雷啊，可以来尝尝。肥肠肚，这个油看着比较大，尝一尝。肥肠，肥肠有点像半成品做的，辣是有点辣，味道一般般。这肥肠吃的是有嚼劲的那种类型，不是软的。对呀，是吧？搞块兔子，尝一块兔子。这兔子怎么是像肉片一样？它兔子抓粉抓的不是特别多，口感比较自然。但这道菜我感觉有点粗糙。宫保鸡丁，它这菜入口有点辣，吃完倒不辣。宫保鸡丁，尝一块。天天吃宫保鸡丁，主要拍视频，不然我们来四川都不会吃这种菜的。宫保鸡丁比较嫩，
它是宫保鸡丁勾芡勾的比较自然，芡不多，这个比南清源好吃多了。哇，它是番茄那么多。烧牛腩，回锅肉，烧牛腩，牛窝骨，回锅肉。再尝一下宫保鸡丁，尝个番茄。有没有昨天好吃？应该不可能比吧？昨天那个番茄好吃。搞一块回锅肉。够了，你们那么好，行。够了嘛？搞块回锅肉。回锅肉马马虎虎吧，没啥缺点。搞块牛肉，牛窝骨。这是川菜吗？我以为这是粤菜，他非要说是川菜让我点。牛窝骨一般吧，好像有点咸，好像。牛窝骨有牛筋，还不错。这稍微有点。番茄腌过以后味道会特别浓，你们可以试试。这个回锅肉再来一块。目前吃了一下这几个菜，觉得厨艺一般吧。宫保鸡丁可能是有点厨艺，还有那个雪花鸡馍，反正整体就是偏不是很精致，但味道也过得去，没啥雷点。目前来说还可以，我再吃会再评论。仔细又吃了一下，我发现它的牛肉可以定为高级的食材，只要以后用的国产瘦牛，我都定义成高级食材。这玩意儿真不能吃，还行吧，但你要说多好吃也没有。这里面有点处理的不是很干净，再吃一块吧。感觉它这个有点敷衍，这样一大锅炸出来的，然后又煮。它的青椒就切的比较粗糙，都没炒熟。但是他们家这个品味审美还是没问题，就不是怪，就不难吃，味道还是可以的。就是比较粗糙，有点敷衍，因为生意太好了吧。他这道牛肉真的是越吃越好吃。兔子做的挺粗糙的，就是挂了一点粉。直接这样吃，一个蒸鸡蛋盖饭。其实你们从品相就能看出来，它炒菜有点粗糙，但它整体它店里面的味道还可以。所以米其林的服务还是好的。像这个菜吃了一个，头发马上就退掉，完全不纠结不犹豫。你看你们小吃那些还吃得下不？我给你送个小吃。就算了，这吃这个。再吃个牛腩，把刚刚的菜退掉了，服务还是好。它这个牛油真的是不好看，但是这道菜一开始吃我有点抗拒，吃多了我觉得这道菜味道不错，挺好的。这牛腩其实烧的不错，而且真材实料，是鲜牛肉，不是垃圾那种。它这个牛肉口感很有嚼劲，在纯瘦肉的部分也不会有腥骚味，吃着挺香的。像这种非杂交牛就是高级食材。目前这家宫保鸡丁是我吃过最好吃的，但是因为它这个调味其实大致都差不多，装逼点说就是荔枝味儿、胡辣口，何必呢？它好吃的点主要是它的这个鸡腿肉没怎么勾芡，所以你吃得到的还是鸡肉本身的呢，不是抓粉的呢。基本可以约等于没抓粉，就抓了一点点。所以做得好的人他也有味觉的呀。好的肉何必抓粉呢？抓粉都难吃的肉。吃完了，这家店还可以。刚开始吃觉得特别粗糙，其实现在吃也粗糙，但是味道是属于好吃的店的那种类型。最好吃的才是那个牛肉。吃它的牛肉，我今天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，就是好的牛腩是没有一丝肥肉的，一丝肥肉都没有，一点点都没有。那个就是好的国产牛，估计是他们四川那边的牛。那牛腩是真的好，就牛窝骨一点油都没有，它主要没有一点肥油，还很香，那个牛肉不错。这宫保鸡丁是我吃过目前来说宫保鸡丁里最好吃的，不是说有惊艳的味道，没有惊艳的味道，只是装逼的说糖醋味、荔枝口味比较 balance。主要还是它没抓粉，它鸡肉就挺嫩的，就一个普通的鸡腿肉。回锅肉不行啊，不建议点。那个东西尝个鲜就行了，你就把它想成蒸鸡蛋，打碎的蒸鸡蛋，还搞点肉的感觉。这番茄还可以，做的感觉有点不精致，但味道也行。
腌制过的，比较醇厚味，并且它一点酸味都没有。品种比较好，一咬它会汁水很多，它不像一般吃的小番茄。反正这家店放进来不会踩雷，完全不会踩雷。可以吃那个牛肉，那个牛肉超好吃。啊，那个牛肉的笋子挺好吃的，是在四川吃过唯一用鲜笋的，全都是干笋。米其林餐厅还打过。是我恍惚了呢。哇，这星星有点像个真的一样，真的太恐怖了。我又不是新会员，你们要来的话可以看一下这种开卡。但是它是1到18号。哦，反正它经常都有活动。去吃上池面馆。妈的，我操，又没开门，白跑一趟。分店不去了吧？万一难吃也不能代表味道。吃那家盒饭天花板，找个本地人爱吃的盒饭吧。那个我刚吃那个滴滴自助餐的那个盒饭热度比较大，YouTube 都70-80万播放量，懒得蹭热度了，又说难吃，没必要，还不如找个好吃的。以前我吃过那个建华白肉盒饭，超难吃的，我跟我家里的人吃了一口就扔了那个建华白肉。哎呀，我不想找那个热度高的，找个本地人懂吃的啊，就这个人那么多。这家几乎没博主拍过，但是就是本地人喜欢。我们做的功课都是看评论区的留言，都不是看那些就是没用的东西。就这家生意最好，还要排队，14块3荤1素的。哇，站这里就闻着超香。吃饭人平均年龄35岁以上，本地人这个年龄基本都懂点吃。提前剧透一下，它的这个烧白比我吃过大酒店的好吃，比新荣记的好吃。我不知道它怎么做到的，瘦肉都超级嫩，而且超级香，绝对不是半成品。盒饭就要吃这种不停出锅，能跑得起流量的，像这样的绝对新鲜，而且没有冷菜。84元。啊？要看看手机扫了钱呀。啊，我还没扫，我点完扫吗？哦，对，在这吃。就这边是素菜，那边是荤菜。就这是素菜吗？哦，我要个这个。就荤菜，我要那个烧白。要这个，就烧白。啊，太后悔点少了，这家烧白无敌。对，就好，肥瘦相间的。对，这个可以吧？可以可以。哦，这是什么，老板？红萝卜。啊？红萝卜。这个肥的不要，太肥了。啊？哦，不是。那总共多少钱？啊？好。还可以点啊。啊，就猪肝要一个吧。猪肝要一个。还想要个这个。还想要个这个。对。这总共多少钱？没事，你随便给。明天多少钱？哪个？烧白白肉苦的。哎呀，我觉得你咋个3手空了？还就没事，我随便算，随便算。你给啥的3个就是23了，这个23，这23，这是加了吗？就是28了，23了。没事没事，随便算。好的好的。免费的冬瓜汤。我觉得他们也算不明白，7个菜吧，30块，还可以。盒饭天花板，人超多，外面还有。这家不是主打便宜，它的卖点应该不是便宜，还可以，正常味道，没腥味，也不算难，吃个豆腐，豆腐还属于有嚼劲。这是鸡块吧，凉拌鸡吧。红油还是香的，鸡吃着一般正常，尝一尝。葱
部是甜的，白肉，放一会儿，肥瘦相间，瘦肉部分有点弹，红油特别香，肥的好吃，它这边肥肉都不腻。烧白，这烧白好吃，刚做出来热的，入口即化，肥的好吃吧？然后这块瘦的，哇，这家河饭好吃，而且吃的最好别吃自助的，还吃这种单点的，肉丝、猪肝一起爽。这家河饭好吃，不咸，比那个建华白肉好吃的多少倍？哇，这块白肉超大，好吃。这白肉油脂香味超好。这清汤还可以，就一个蔬菜汤，没有骨头味，太爽了这家。这豆干跟上海的不一样，比较弹，更好吃。上海那个不是很好吃的豆干。这鸡一般，鸡可以不用点，主要要点那个烧白跟那个白肉。这鸡倒是香，还是有香味，就是感觉很豆豆。猪肝反正就成都这里的正常水平了，主要是烧白跟白肉好吃。这家吃的就比上次那个张江的要细腻一点，不过那家也好吃，只是比这个要粗糙一点。这个烧白是最好吃的，特别的入口即化。万重锦跟这家，我选这家，我觉得比万重锦好吃。这个白肉是超大块，超级大，超大块，算还可以吧，没有王刚那个好吃，因为瘦肉部分有点干，但那个烧白是真的好吃。白肉给的量大，那个烧白给的少。它这个烧白应该不是预制菜多，应该是店里自己做的，不然不会那么好吃。预制菜做的我吃的多，我知道是。跟日本的盒饭店比，我还是喜欢吃中国的盒饭店，虽然看着屌丝，但味道可以。一饭下饭了，吃最后。这家盒饭是真好吃，味道就是正常的成都炒菜，但是就很香。现在再买一份给我家里人打包。队伍更长了，给他买一份，他还在睡觉。他家主要那个烧白太好吃了，其他就正常炒菜味道，干净卫生。哇，成都房租那么便宜，500一个月，950一个月，这么多人，而且他不是卖便宜的店。你还吃过这个店啊？吃过。你们小时候的味道啊？小时候味道嘛。哦，我感觉大酒店的烧白都比这个都没这个好吃。吃个米其林面馆，成都50强，挺有意思的，好像是一次要吃老3样、新3样和再3样。哇，这没名气的店人都没有。哇，这两极分化也太严重了吧！就差一点距离，生意差那么多。现在7点半。它这个还有点辣后劲。这家店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。哎，老板再拿点。司机收款15元。要1两那个素椒炸酱面老3样，然后新3样要一个黄焖排骨面。黄焖排骨不好意思没得了，就那个番茄牛腩面可以卖完。也卖完。那剁椒肉臊面有的。行，然后再要个再3样，烧椒卤肉面，就全要1两的。生意不错，价格挺便宜的。虽然好找位子，但是前面人很多，来要做好准备。菜的服务员态度有点差，老板倒是挺热情的，态度还可以。泡菜也没了，自助的，整一点点。
好吃。辣椒太苦了，泡菜太甜了，味道一般。感觉就是吃个调料面，调料种类挺多的。它这里还有秘制系列。汤面不知道水平咋样，就怕汤底是白开水。它这种精品的会不会好吃？30，没什么。前面排队巨多人，等的有点慢的。今天这个？就中间这个吗？哎呀，我麻烦你端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。现在到了一个再三样的烧焦卤肉，哦，有点坨了，赶快拌一下。来尝一尝再三样，很少，量不多，3碗面，卤肉是甜的。成都有这个做法吗？这不是台湾卤肉饭上的那个卤肉吗？还有香菇。啊，有香菇的是卤肉饭不正宗，这个太甜了。面还可以吧，也不软烂，也不算劲道，还可以，口味比较淡口，香菇还挺多的，肉也多。买3口就只有这点，一个人吃个2-3碗没啥问题。这宽面还是可以的，口感一点都不软烂，也不坨，整体就一个甜咸味，微甜口，还可以。面也可以，酱汁也可以，肉基本上等于没有，不惊艳，但是味道没啥毛病。吃完了还可以，好像有点辣椒味，没吃出来，反正甜口的吧，带一点辣味，后劲有点辣味。冰粉是吧？好，谢谢啊。冰粉6块，红豆沙冰粉，哦不是，豆花冰粉。豆花这个甜品尝一尝，味道不错，一点红豆味。这个豆花有点奶的，挺冰凉的，不错。6块钱的甜品来说没任何毛病，吃2口就拌开了，味道还不错，也不甜。红豆沙像自己熬的，这个豆花有点像牛奶做的，有点挺奇怪的，但味道还可以，很清爽。吃着不像豆花，不错，挺好吃的。感觉比第一碗那个什么芒果沙要好吃，而且还便宜。都是我的。我靠，同时上有2个，得先2个都摆烧焦的。这是啥？哦，这是新三样，这个面有点煮坨了吧？那个是老三，塑胶炸酱面，都坨了，这必须要先拌，不然的话等会儿吃不了。它面条煮的不是很稳定。先吃这个吧，这是新三样的，这是剁椒，刚刚是烧焦。这碗面是煮的最软的。尝一尝，剁椒，这面有点偏软，他家肯定是这个出品不太稳定，生意太忙了。味道还可以，一点剁椒味，比较清淡。这爆一大口。他们家适合口味清淡的人吃，不重麻辣。这豇豆不错，很脆，新鲜的，味道不错这样。这3个面微微有点调味的区别，但大体也有点像。可以了，弄完冲完了，现在吃这碗，味道不错这样。等会出去再具体讲。底味基本就是成都满大街拌面的味道。焦的好像最好吃，是老三样。细节上就是大致这几个你们看到浇头正常的味道。好吃的点主要是调料控制的比较 balance 吧，又有点小创新的成都传统口味。反正不惊艳，预期别太高，但味道还可以。他们家我本来以为味道不行，吃着其实还可以。它这个模式其实比其他的那种路边小店更有意思，
因为你一次可以吃3种不同的面，但大体味道都差不多。最后一个好像有点辣，但还是挺香的。这家店其实推荐来吃，2个人可以吃3碗面，然后再吃那个豆花，好像他们还点土豆泥比较有特色。2个人吃1份就行了，还能去吃别的小吃，味道不惊艳，就是比正常的成都的比成都正常的担担面稍微要好吃一点点，好吃个20-30%吧，整体普通。但是这家店我觉得2个人可以来吃一下。温江吃家饭，很多人说吹上天了，这家开到山里了。开车过来的人还挺多的，今天还不是周末，而且也不放假。这环境像广东那些地方。特色香猪肉加排骨。哦，香猪肉是吧？哦，香猪肉加排骨。我要个拼盘多少钱？你2个看过称的，肉60块钱，排骨去，你拼个50-60块钱吧。好嘛，50-60块钱。好，拼个番茄莲子汤，原汁原味。粑粑扇是猪肉吗？那个？这是猪肉。那这个是啥？土豆烧肥肠。还有啥？还有凉拌猪肚肉、小菜8块钱1份。哦，凉拌土鸡，土鸡要一个吗？好的。开给你炒菜，有点像广东那种农家乐，干净啊，挺干净的，虽然很。我看着这些四川炒菜跟广东有点像，虽然广东不放辣椒，但感觉他们这个流程有点像。没有。干腰合炒、凉拌土鸡、豆花、热卤拼盘、爆椒牛肉。对，防蚊虫的还是有细节的啊。尝尝招牌菜卤肉，它这个肥肉比较少，太好吃了，真的是一绝，这个肉超香，而且超嫩，太好吃了，而且干净卫生吃。这猪肉可以啊，这猪肉的纹理特别细腻，这个腊肉是真的高级食材了，这猪肉真的不错。哇，但你不会吃烟熏味是吧？香啊，排骨，吃个排骨。哇，排骨超好吃，全部用的紫排，好吃的这这猪肉像这种本地猪，香的不得了。这个可以给高级的食材。尝尝这个凉拌土鸡，老板说是土鸡啊，它不是说普通的鸡，尝一尝。我看那鸡是黄的，刚才，我操，鸡冠，尝一个，哇，这肉质特别紧实啊，跟那些土鸡都不一样，虽然辣椒有点苦味。刚才那鸡冠紧实，我尝一尝，鸡肉紧不紧？这肯定是土鸡，肉很紧，可以。这家店的味道就比我在顺德吃那些农家乐好，虽然看着破破的，但味道是细致的，不是那种粗糙的。尝一下这个腰花，切的这种花刀型的肠，腰花比较少，爆椒味的可以，看有点腥味，酒味有点酒味，
尝个猪肝，猪肝超级嫩，可以还可以，只是有点粉感。泡椒牛肉，泡椒牛肉一般，感觉牛肉有点淡口，没那个。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卤肉特别好吃。腰肝河炒泡椒牛肉，就正常的四川水平，但是吃着干净卫生，可以来尝一下。土鸡比普通的调味是差不多，但是鸡肉要紧实一点。主要这道菜特别好吃，一点都不咸，这个腊肉，而且特别香，肉的香加烟熏味的香。这家店可以，我要不再吃一会儿哦，还没尝豆花，尝一下豆花，豆花拌一下。我不喜欢就是弄一小点，我要给它全部拌匀，不然没味道。尝一块豆花，豆花这个东西我也不太吃得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评，反正还行吧，有点甜味，你们可以吃一下。搞个鸡块。哦，我先吃一会儿再品，吃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变味道。菠菜、肋排，其实它这两盘炒的不像成都菜，有点像江湖菜。那个牛肉它没怎么抓粉，口感还算自然。普通可能要抓很多粉，如果是重庆的话。反正就还行吧。就这两道菜，我觉得普通。它这个猪肝我不知道是不是保持嫩的口感，仔细吃还是有点血味。这个菜我吃出来了，有点像东北酱熏的味道。这道卤肉吃完了，蛮好吃的。这辣椒面也不辣，主要就是香糯软嫩，不错，而且不咸。现在我吃到这里，我大概吃明白了。其他这三道菜一般，那个鸡其实不确定是不是土鸡。因为我看它的鸡爪好像不太酱，然后那个牛肉炒的有点不入味，这个腰肝河炒内脏味去的不是很好。这豆花反正我吃不习惯，以后我还是不点豆花了，因为这豆花我感觉微微有一点点苦味，有一点点。这店生意太好了，后面全部坐满。等会儿，生意太好了。单吃这道牛肉感觉太老，火候差了，但不是进口牛。这腰肝河炒浪费了，不行。鸡的话好像又是土鸡，因为肉比较紧实，但看鸡爪又不像，也搞不清楚。但是料拌的吃到下面有点咸，马马虎虎吧。就那个卤肉特别好吃，其他东西就普通。没必要跑那么远，190块钱，老板说用的进货价30块钱，忙得不得了。现在人更多了，还在不断的来人。我靠，他们家生意太好了，全是那么多开着车来的。哇，全是来大家吃饭。太古里人好多。把这车都弄成个箱子。现在去吃一家成都老字号的牛肉馆，社区老店。看那个说唱歌手CIP 推荐的，从小吃到大。我看一下没什么差评，可以来试试。成都的这些牛肉店也是一个美食的品类，也可以多探探。看到了，就这么小个店面。这个凉菜。哦，这凉菜，这是啥？这个花椒牛肉。点一份嘛。这你小孩都会做菜了。哦，他自己。他这个挺干净的，还没点，现点。看一下。对，笋子牛肉点一个嘛。好。回锅牛肉点一个。麻婆豆腐点一个。哦，这差不多了吧？花椒牛肉、拌茄子，差不多了吧？它是凉拌的那种。是什么的肺片？是牛的吗？它是牛肚和牛心。哦。就是夫妻肺片那种。这好喝。又在看啥？尝一口。看茄子是吧？奇怪的很，放了味精，口也不渴。红油。
哦，就搞2碗米饭，老板。谁的小饭汤？拌牛肉茄子。花椒牛肉是炸的吗？哦，炒的。就这个有点像云南菜，是不是？对。恐怕云南的不跟我们不一样哟。哦，行，尝一尝。看那个说唱歌手视频来的。哎，我的拌牛肉。你们家婆，我煮拌牛肉的，没点，我煮的。应该都差不多吧。哪儿啊？还是哦我，这萝卜牛肉汤。挺好吃。好像以前听说分店比较多，现在都没了。直接就上来3个菜，超快。这些菜都不用炒，其实都是店里当天预制的。就是预制菜有个概念，就是店里当天预制或者2、3天预制，其实是能接受的。你不能接受就是中央食堂预制，然后又加了防腐剂，配送到各个门店，那样是不能接受。所以大家不要偷换概念。这跟那个啥有点像。这行吗？早上那个你吃不惯，尝尝这个，这像绵阳米粉吗？好辣，可以，味道可以。尝牛肉。立即收款48元。这家比中午那家重口一点是吧？这牛肉品质要好一点吧，软，炖烂了，尝一尝。牛肉好吃，比中午的好吃。这家店不错。这个肉绝对是国产的，不是那种冰冻进口肉，一吃就吃出来。只是部位稍微不是那种牛腩，不过比较瘦，香是香，这个牛肉是香的。你也不帮我拍一个，我能不能去拍他炒回锅肉？拍一下他炒回锅肉。啊？行，我尝一下这个牛肉，拌牛肉，花椒牛肉。这个就是云南的牛肝吧？挺香的，这肉好吃。这有点像零食的牛肉。像那个包装的那种。牛肉干。但是牛肉品质可以。尝一下这个茄子。3P 的老婆点的，说这个好吃。尝一尝啊，茄子，12块钱，5个，平均2块一个，便宜。好。味道比较淡，入口即化，还行吧，马马虎虎。尝一下麻婆豆腐，还不错，嫩嫩的，入味，也不咸，挺好吃。这家店还不错，炒菜都有点技术含量。这个牛肉，但绵阳米粉用的那牛肉是冰冻进口的，这牛肉好一点。回锅牛肉。这几个菜可能就100块钱左右，性价比高，吃得饱。这个牛肉只是没有经过杂交，普通人吃可能会觉得有点老，但它老但不柴，还是有点香味的。平时杂交那些雪花牛就吃着，一股腥味，虽然它有点肥肉嫩一点。这牛肉，我以前其实觉得这种牛肉很一般，我现在反而喜欢吃这种。尝一个回锅牛肉，反正川菜基本回族馆都有这道菜，就是卤过的牛肉再炒一下。送你一碗白汤吧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可以。把茄子拌拌。这牛肉是脆的，它没烂，比那家炒的好是吧？好吃。老板提示我们茄子要拌一下才好吃，刚才确实忘记拌了。就这个回锅肉有个缺点，就是有点油。那青椒咋样？长块青椒，看着像薄皮的。青椒炒入味了。所以我搞点牛肉汤喝。尝尝老板送的免费汤。这汤好喝，比那兰州拉面的兰州牛肉面的汤自然。好，现在吃一会儿再评论。吃一会儿看看，等会会不会有改变想法。现在吃了一会儿，觉得这个麻婆豆腐稍微比正常盐度咸了个20%。就这几个菜都是下饭菜，都是属于那种，就是一点都不惊艳。但是我家楼下绝对找不到这种水平的下饭菜的店，食材都很新鲜，做法都很传统。这道茄子我觉得还不错，像奶油一样，挺好吃的。
吃了一下这道菜，觉得微微有点咸，比20%，比普通盐度咸了20%吧。就这个茄子不咸，其他就这个也不是很咸，就这个正常，就这2个吧。这个有点咸，麻婆豆腐。他吃了2碗饭，2碗半，我吃了这第3碗。我就听这老板说，以前来学的人很多，开了很多店，然后现在那些都倒闭了，只有他们家了，现在差不多。他家这味道我是信的，但是吃多了就没一开始觉得那么那么好吃，但也挺好吃。如果在我家楼下，大概能吃1个月吃个2、3次总可以，还不错。现在直接拌个饭，全部吃完，吃完再点评。吃完了，味道还不错。麻婆豆腐一般，中间的牛肉味道还可以，回锅牛肉也还可以，反正就是下饭菜，技术多高没有，吃着安全放心，干净卫生。他家的店开了30年，破是破，说真的，挺干净的，打扫的。140、120、158、158。买单用了优惠券140多，还是挺便宜的吧？你觉得味道咋样？家常小菜，然后平时随便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但是其实要是在附近找，确实挺难找到类似这样的饭店的。我觉得只要不高预期来的话，就还可以。反正我来之前就符合我预期，跟我想的差不多。现在去郫县看了王刚视频，去那个象林猪头肉，象林猪头肉还是挺出名的，尝一尝。又到村里了，就这家店，人也不是太火爆，可能太偏僻了。我感觉炒好的菜放蒸箱里，可能味道就没那么好吃了。人倒是超级多，都是附近的人吃应该。在这排队。大食堂那个。你喜欢吃啥子？老板在这点菜吗？在这点菜吗？回锅肉多少钱一份？20。哦，行，那个叫啥？就那个核桃肉在哪？行。我要个红烧牛肉。要红烧肉啊？对，红烧牛肉，粉子牛肉是吧？粉子牛肉跟烧牛肉都有。好，我要粉子牛肉，多少钱一份？32是吧？行，肥肠再要一份吗？烧肥肠嘛？对。土豆多，肥肠少。这猪头肉怎么卖啊，老板？15多少都可以噻。啊？15多少都可以，23。行，那个核桃肉有没有？有。要25的猪头肉，25的核桃肉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就现在办我的了吗？还是？就办你的了嘛。可以。奇怪的很，它这个味精是不是放那么多？但是我吃完口一点都不涩。对了，你嘞？走。微信收款53元，53元。微信收款5元。核桃肉就是猪头肉上的瘦肉。微信收款37元，25块那么多。核桃肉就是猪头肉上的瘦肉是吧？大的30万，20万好。来，好，谢谢。红烧牛肉、核桃肉。
猪头肉，还有肥肠。先尝一个牛肉，牛肉比较瘦，好像不是牛腩。尝一尝，30块一份，牛肉还不错，不够嫩，但是炖烂了，还行，比较淡口。尝块肥肠，红油味吧，辣味没吃出来。肥肠烧的挺香的，可以。核桃肉尝一个，哦不是，猪头肉尝一个，这个是猪脸肉肥的，红油挺香的，带点甜味，还不错。猪头肉肥而不腻，吃的挺爽的，好吃的猪头肉。我觉得坏处就是醋放多了一点点吧，不过还行。还有核桃肉，猪头肉上的瘦肉。平时在上海，我都从来不买这种卤菜，吃的就是一股化学味。咋了？啊？肥肠还可以吧？它这还有一点点余味，好吃。花椒也挺麻的，就像王刚说的，有一点点苦味，但还不错。吃个笋。笋是发的笋，可以，有点风味，也不酸，也不臭，还可以。我先吃一会儿，吃一会儿再评论。目前来吃的话，味道比较传统，也不辣，只有一点麻味吧。麻是有一点麻，辣倒不辣，味道比较轻。你别看油那么多，算淡口的还是挺麻的，可以吃一会儿再评论。全是街坊邻里，饭是自助的，木桶蒸的。它这个好像是3种，就是猪耳朵、猪头肉，还有猪脸肉吧。猪耳朵不错，它有点甜味。吃个土豆，土豆是炖烂的是吧？土豆入口即化。它这肥肠有一点点肥肠的臭香味，但是不是臭味，臭香的，还挺好吃的。这肥肠到位了，尝口葱。王刚说用的本地葱，尝一尝。这葱香，太香了。我感觉在上海买那些葱都没香味，只有葱的样子。阿姨过来说豆汤1块钱，尝一尝。没啥味道，喝不惯。但也没臭味，你尝一尝，有点像豆浆。猪头肉盖饭加葱，太爽了！我觉得他家味道还是挺好的，就是稍微有个料放多了点，有一点苦味好像。哇，吃多了还是挺麻的，麻的，不错。越吃越麻越辣，越吃越麻，重口味，挺爽的。现在吃下来感觉。牛肉肥肠一般点，不过我还行，它牛肉用的我感觉是国产的瘦牛，可能四川这边的，不是进口牛，还可以，虽然不嫩，但是还是没什么腥骚味，也肥肠臭的，还是臭香的，但不是那种臭的恶心的那种。就这2个挺好吃的，越吃越辣，越吃越麻，继续吃。牛肉有点老，但不柴，不建议。基本吃完了，那个笋子其实不是太好吃，吃多了。现在我把这些拌个饭直接吃完，吃完了还可以，除了那个笋子不是很好吃以外，其他都不错。多少钱，老板？啊？马上算一下。这92，他算错了吧？这2个50，就这2个20，他还给优惠了吧？这碗才不到20。对，他们家我觉得味道还可以，就是辣椒有点苦味，但是你要来吃的话可能不惊艳，但吃多了还挺耐吃的，不会像上海我买那些拌的卤菜或者猪头肉，越吃越腻，越吃越油，或者吃了就是不太想吃，可能那些就是科技放的多，它这个纯天然，食材还是可以的。牛肉的话普通人应该不太喜欢，因为它比较老但不柴，
用的就国产瘦牛，部位不太好，但是性价比来说还不错，肥肠挺好吃的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他们家他们家猪头肉我是能吃的，因为以往我是不太爱吃猪头肉，因为猪头肉外面的是比较腻，然后软，但他们家猪头肉就是那种 Q 弹，然后又不会腻，然后配着葱吃，然后就特别香那种。吃的比较细、比较挑剔的人可以来，吃的没那么细的，我不建议你来。你来的话，你可能会觉得太一般了，但我觉得不错。现在去万重庆，陈麻婆的厨师长自己开的店。万重庆，这老板好像是王刚的朋友，他点评可能不太客观，而且他是老板炒的菜，我们今天就正常去吃一个看看。如果老板炒菜是特别牛逼的情况下，那厨师炒菜应该也是味道可以。总不可能老板炒特别好，厨师难吃吧？这种是两极不可能的。那只能是老板也难吃，厨师也难吃。武打菜，点菜，都是自己炒的，只有扫码点餐。菜价原价比较贵吧，但是他们家可以有套餐，套餐超级便宜，我看。100块能买200块的东西，等会给你们看套餐价格。所以你说川菜这种东西，如果你不是比普通味道好吃个，我至少说2倍吧，你贵10倍的价格，那简直是杀猪，好不好？大众点评只能买这个卷88折，但这种双人餐就超级划算。我刚才看还有66块的。3选2，你看麻婆豆腐、回锅肉都能选，然后还能选夫妻肺片，然后再点一个汤，其实也差不多了，吃这几个菜差不多。行，那就点这个100块的双人餐吧。中午也不想吃太多。他这个店刚进来有点难为，现在倒是没有。回锅肉跟土鸡汤哈。好的好的。100块的双人餐，然后加了个宫保鸡丁。要吃的少的话，点66的性价比更高。先说个结论，他家炒菜技术还是可以的，但是食材一般。一会儿吃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为啥食材一般了。其实我觉得这种价位的餐厅，只要食材新鲜，是正宗的，没必要挑刺。比如说啥那种什么多了少了呀味道，只要不咸就行。就比如说去挑刺那种什么荔枝味又不足啥的，你在用好肉的情况下调味不太奇怪的话，30块钱炒一个菜，我觉得没必要挑太多。他们家这个应该差不多用完优惠等于20多块钱一个菜。我一般挑刺基本都是在食材有问题的情况。他们家其实换老板来炒的话，我觉得也不会好吃到哪里去，因为他们家这个食材比较一般。我感觉核心主要是餐厅面积大，团队大，然后菜价又太便宜，老搞充值赠送或者是套餐价。你基本吃原价的人没有。还有观众会说我后期会开餐馆，我根本不会开的，在国内这种卷价格的环境不可能。送的纸巾都不错，那么多，夫妻肺片，米饭搞2碗，拌一下。他们家的红油基本是鲜红色的。宫保鸡丁。麻婆豆腐非遗的，真正的陈麻婆这个，哇，这比陈麻婆还沸腾啊！因为它那个把豆腐拌。吃麻婆豆腐都要先拌一下。我们拌容易碎，你拌的好。好，可以的哈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慢慢吃哈，要不要放中间呢？也可以，谢了啊。没事。服务太好。尝尝麻婆豆腐吧，先。超烫，这个麻婆豆腐挺入味的，不像那个陈麻婆的一点味道都没有。
回锅肉哈，回锅肉对有点肥，没啥呀哈。尝尝回锅肉。对啊，它滑滑的，还有自己的呈现哈。这个回锅肉好像猪腥味有点太重了吧？再吃一块尝一尝，口感倒不错，很香，就是有股猪腥味好像。辣椒都是真腐皮辣椒了。就这道菜打平了，就是如果没有那股猪味，接到上了哈，对，接到可以嘞哈，可以。真正的腐皮青椒，青椒是薄皮的，有点油。这回锅肉其实如果它没有那股猪骚味的话，口感真的不错。你要不尝尝有没有猪骚味？这就是只有猪骚味，他说也有，但是它的焦香味特别多，不知道是怎么弄的。尝尝宫保鸡丁，宫保鸡丁。这个宫保鸡丁嫩肉粉不是很多，只挂了一点粉，口感还是有一点嚼劲的，口感还行，调味再尝一尝，酸甜味的。这个宫保鸡丁比那天那个陈麻婆的好一点，但你要说有多好吃，我觉得也没有吧，正常吧。穿个夫妻肺片，这个再尝个肺片。尝个牛肚，它这个就比较油，但是还可以，切的挺薄的，挺香的还是。牛心也没啥腥味，正常吧，夫妻肺片味道。现在凉了点了，可以吃麻婆豆腐了，拿勺子吃吧。搞一点牛肉末看一下，王刚说的香。这牛肉末还是香的。它这麻婆豆腐炒的是还可以。再尝一尝，它这麻婆豆腐属于重口味的，香辣味比较重，还可以味道，好像比昨天的好吃是吧？他觉得他分不出来哪家好，我觉得这家好一点，麻婆豆腐好点。我比较喜欢吃这种卤水豆腐做的麻婆豆腐，用那种内酯豆腐做出来太嫩了，不是说嫩不好吃，是有点敷衍，有点技术要求没那么高。这家麻婆豆腐目前好像是吃过最好吃的，等会吃一会儿再看看，万一刚开始吃好吃，吃一会儿不好吃了。看这个鸡汤，尝一下这个鸡汤，鸡骨鸡腥味，不太好吃。鸡肉吃不了，尝尝汤吧。它是用这个平菇炖的，但平菇的一股那种味道，其实不太适合直接放大量的平菇炖鸡汤。用平菇炖鸡汤的很少，它还不如用点那些干货的蘑菇。这道鸡汤不是很好喝。牛头肉。牛头肉口感还是可以的，是比较软嫩的。一般牛头肉是比较有嚼劲的。这还有一块大块的牛肉，怪不得昨天那人用雪花牛大块，其实大块的油也正常。它这宫保鸡丁是用鸡胸肉做的，不是鸡腿肉做的。我是觉得用鸡胸肉比较合适，因为鸡胸肉有鸡腿肉没有的香气。鸡腿肉虽然容易嫩，但其实吃得深的人，鸡胸肉能处理得好，鸡胸肉更合适。这道夫妻肺片还可以，但也没有啥惊艳的味道。惊艳的可能算这麻婆豆腐算，这麻婆豆腐确实好吃。麻婆豆腐刚吃觉得好吃，吃多了还是吃不完，而且确实有一点缺点。它这牛头肉做的确实好，牛头肉还是跟其他的是有点不一样。调味来说咸了一点。它这个麻婆豆腐刚吃的时候冲击感很强，但吃多了以后会发现豆腐有一点酸，而且几乎没有麻味。但这个宫保鸡丁还是得趁热吃，冷了以后就有点凝固。它的麻婆豆腐比普通的麻婆豆腐确实是牛肉量很多，所以可能香的点也是这个。现在吃完了，既然吃完了又有新的感受，现在来重新说一下。这个麻婆豆腐吃着
其实说实话，麻味基本上是没有。然后就是你刚开始吃和吃到中间的时候，会觉得它挺香的，但吃多了会发现豆腐还是有一点酸味。其实仔细思考，还是昨天的那个豆腐要更好吃。昨天那个豆腐虽然一开始吃冲击力没那么强，但是越吃越好吃。这个豆腐是吃到这里我已经吃不完了，因为主要可能是还是味道不够丰富，而且其实这个豆腐基本没有麻味，它油是红，是有点香，但是吃多了还是不够香。我个人认为麻婆豆腐可能好吃的还是许家菜，所以有时候吃东西你不能吃第一口，然后吃到后面就才能知道真正的答案。但这家店来说，它这个价位比许家菜低很多，还是有性价比的，随便来吃是可以，就不要太较真就行了。这个就不评论了，猪骚味太重了，完全吃不成。反正整体中规中矩吧。一开始这个麻婆豆腐迷惑性挺大的，但整摊饭你说这个价位，2个人100块钱，130块钱，那也没啥毛病挑的。想来试试的人也可以来试试，性价比挺高的。许家菜的麻婆豆腐199，我也不是说特别推荐，只能说比它耐吃，然后比它味型要丰富一点。它那个比较麻吧，我记得吃到后面，这个其实吃到后面嘴巴一点麻味都没有。来个烤兔吃，晚上还拍现烤，不过是电烤的。烤醋天花板，它的核心是因为当着人面烤的，一般就整工厂生产的都是。我这个是纯原味的，就是告诉他什么调料都不要。哇，这肉吃着还挺鲜的，居然吃出鲜味来，不错啊，这兔子香得很，跟我买小程序的味道完全不一样，刚烤出来的。打车30公里去郫县吃猪蹄天花板。一排好像全是蹄花，他们说那个最好吃点。这里也是，去那边看看。蹄花，这要个2瓣猪头肉。小菜是啥？那么快啊？米饭糕，真的是吧？就这碗是我的？那么快？好，是直接再拌了。啊。我第一次见过先拌调料再放肉的。有猪头肉还有猪耳朵吗？猪头就是只有猪头肉。你这是鲜猪蹄吗，老板？啊，全部蹄花，它这蹄花比较白，比其他的。免费的小菜，免费的泡菜，猪头肉，30块，挺多的。先尝一口猪头肉，这个猪头肉看着没大家好，有点红，红的不是很好，有猪耳朵。这不是猪耳朵，猪头肉。红油挺香，但好像味精放多了。猪头肉比较脆，还可以。再看一下，看葱香不香？葱还可以，但没大家讲。可以甜的。它这个猪蹄跟那个小瓶的又有点质地不一样。尝一口没有蘸汁的，没有蘸料的，等会我要拿过去全部拌。尝一口啊，没蘸的，也没啥香味，好像没网上说那么神嘛。全部拿过来了，我直接倒，我把这碗直接倒进去，直接倒了拌。这个猪头有点偏红，尝一口，软嫩的蹄花，入口即化。
确实它这个一点都不腻，比那家要清爽吃，不腻。哇，这个太爽了！喜欢吃猪脚饭的一定要来试试，这绝了，真的，这个太嫩了，而且不腻，哇，这太绝了！这个是鲜猪蹄吧？40块，不知道是不是鲜猪蹄。哇，这家猪蹄行，确实这个猪头肉一般般，等会再吃一会儿。这个拌菜拌一下啊，味精看见没？得拌一下。这家猪蹄绝对是真的比那家好吃太多了。看一下拌菜，这是脆甜味的，红油很香，有特色。这拌菜可以。我个人觉得辣味麻味都很淡，主要是蹄花真的是比那个肉质要好喝很多。吃完一个了，完全不腻，真是不腻啊！后悔点这个，应该再来个猪脚。现在吃会这个再比。你这猪蹄40块，你亏不亏啊？是鲜猪蹄吗，老板？真的是鲜猪蹄。哇，你这猪蹄倒是比其他家好吃太多了。我买了10多20年。老板送了点他们的主菜，尝一尝。汤还没尝，尝尝这个汤，喝点汤，尝尝汤。这汤奶奶的，还可以，不腻。直接搞个辣椒碟，把猪蹄放进去，尝尝这个嘛。老板他们自己吃的，他这些都有点自己吃的也有点红了。那应该没客气。尝一点，好像这个不用蘸，这肉香啊。这个是腊肉自家的，哇！老板给了个大的猪蹄饼干，哇！这个放都放不下，相当好吃，这个猪蹄比那家什么小平那个好吃太多了。哎，继续冲啊！它这个完全是肥而不腻。哇，这脱骨的太好吃了，这不超越潮汕猪脚饭了，这比猪脚饭好吃了。这个。大肥肉相当爽，太爽了！这红油完全不辣，香的，直接拌饭，太爽！哇，完全肥而不腻。说实话，没点那个还可以吃3份，真的哇，太爽了！哇，太舒服了，真的。这个蹄花，哇，太绝了！2个猪蹄下去完全不腻，先吃猪头肉。我尝个他们的猪肝，不错，味道好。说实话，他们郫县这里的葱相当的甜。猪头肉一般，不过我差不多吃完了。哇，太撑了，太撑了。缺点就是这个红油太多了，有点扛不住。猪蹄是真的屌。旁边这家人更多，但这几家的综合卫生店面情况没他们家好，他们家更细腻。吃完了，这家猪蹄确实挺好的，完全不腻。我看刚才有个老顾客来吃，直接点2个。他的蹄花，我看老顾客吃是直接把泡菜倒到那个红油里，再拌着猪蹄吃。哇，这个吃法可以，下次应该学一学。主要就太远了，远的有点离谱。这家确实比那家振兴小平碾压吧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。猪头肉不行，猪头肉有点像上海那些。猪蹄好吃的点是完全体会不到腻，而且比普通的还要更嫩。吃着倒是不寡淡，我感觉差不多到顶了。猪头肉一般，下次我不会吃猪头肉。如果我再来，我直接2个蹄花。蹄花确实顶。哇，坐了1个多小时地铁来。重庆的火锅车手说，这个是重庆、成都2个地方加起来的天花板，蹄花的天花板，来尝一尝。很多人都拍过，不过现在老店拆迁了，搬来新店。吃蹄花一关就是看是不是鲜猪蹄，鲜猪蹄是没有腥味的。冻猪蹄是很便宜的，腥味比较重，红油是盖不住腥味的。在这里放假人少是吗？可以啊，哇，人还是挺多的。他安排桌子。
菜是自助12元，随便吃。一位。一位坐哪里？9位。13号。13号。一位吃点什么？要个蘸水肥肠，一个小的对，然后再要个蹄花。一根蹄花。对，可以了吧？米饭。一个米饭嘛。对，那个蹄花不要海带了。蹄花不要海带啊。好的。它这个海带跟猪蹄是分离炖的，不是一起炖的。它这锅有个缺点就是不随时打浮沫，听说现在是徒弟继承的，老的师傅已经把店传给徒弟了。蘸水就是打好的。提前剧透一下，我现在看视频，我知道它这个菜为什么我吃着有股腥味了，因为它这个煮肉的浮沫没有撇掉，全部弄到菜上。它这个是用原汤来涮的，不是白开水涮的。还有个素水，还加个素水。非常。其实我开始没吃出来这家的问题，吃多了还是有点小问题的，等会儿给你们讲。来盘子了。小菜是12块钱自助，我实在吃不下，所以没点了。肥肠30，猪蹄40。肥肠性价比还可以，看一下肥肠，洗的比较干净的那种，没有肥油，尝一尝。肥肠没臭味，肥肥的还不错，没啥盐味，要多蘸一点。刚才我蘸太少了，多弄点。哦，它这个好像没拌开，我要拌一下。先拌一下，再拌一下，尝一下。蘸水就是一个胡辣椒，一般，非常不错，质量好，没臭味，就是没啥其他的味道。吃猪蹄，这个是脱骨的，猪蹄是直接脱骨。先搞一块到这个里面，全部弄，哇，直接都是一抿就化，不错，尝一尝，尝一尝，全部蘸满了汤汁，估计入口即化。这猪蹄牛逼，入口即化，肥而不腻。这个辣椒暂碟没啥味道，但是提供了一点甜味吧，不过也可以了。哇，这猪蹄品质超好。吃不够再加一个，难得来一回了。这猪蹄牛逼！哇，真的是享受啊！这种成都天花板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食材本身的香味比较少，我再尝一下。这汤好像不太行，我再喝一下。汤不鲜美，我没吃出来这个猪蹄是冻的还是鲜的。如果是冻的话，它处理技术挺牛的，但是没猪香味。它猪蹄是带着前蹄和4点筋的。这个比很多潮汕猪脚饭好吃啊，7斤，但是它整体来说，它还是一个淡口的口味，比较温和，它不是那种重麻辣的味道。它这个调料放的太少，还是有一点点猪味，但不是骚味，达不到。来，肥肠，相当爽，肥肠没臭味了，软嫩的肥肠。蘸水微微一点点苦味，能接受，不是特别苦。哇，这真的太爽了！这家店太爽了，裹满辣椒，这里真的一点辣味都没有，就一点点酱，就一点点盐味吧。哇，这一大块，
这一大块再买酱汁，超爽。今天我自己来的，他有事去办事了。哇，这个太爽了！这都感觉想最后一天走的时候再叫他过来吃。哇，这家店可以。这个猪蹄更加。我当时没吃出问题来，觉得挺好吃的。但是其实它的猪蹄不是很入味，虽然裹满酱汁，好像没上次炒饭那个猪蹄好，我忘了。哦，直接就断掉了，太掉了。吃完了这一份，等会加点，再加一份。吃完肥肠再加一份。别学我，如果来的话，2个人点我这一个量就够了。少点肥肠，等会再加一份猪蹄，太爽了。那么多，里面还有，这30块给的太多了，肥肠，而且是鲜肥肠。是上海一碗30块肥肠面，肯定没这么多。这肥肠，这红油，感觉有点偏重庆胡辣壳的做法。不要海胆。对，不要海胆。又加一碗，可以了。吃点肥肠，再吃这个，太爽了。干饭，我们还是喜欢吃这种干饭的，不喜欢就是只是拍视频吃2口菜。还没尝过这个菜，尝一口这个菜吧。菜其实挺惊艳的，就是带了点肥肠味就不是很好，还是直接吃辣的。猪蹄太爽了，全部放辣椒里吧。4点斤这个是。对，这个猪蹄是带肉的，更大。哇，这猪肉入口即化，一点纤维感都没有。他家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猪肉没香味，其他都无敌了。口感吃着不像冻肉，但是一点香味都没有，很奇怪。超嫩啊！筷子夹起来就是这种感觉，无敌，可以。就你说街边苍蝇馆子无敌了，但是你说提升的空间还有吗？也有。换成土猪，猪香味明显那种就更屌了。不行，猪蹄只能要一个，不能开心，吃不完，不然太肥了。它有一点小问题，我大概吃出来，等会再说。吃完了，味道还可以。他家刚吃的时候，我觉得太好吃了，吃多了还是觉得有点寡淡，就是猪香味太少了。然后主要是蘸水弄到猪蹄的时候，会有一点寡淡，只能说味道还行。你不能吃那么多，就是一碗饭一个猪蹄，或者一碗肥肠，吃的刚刚好就比较好吃。点一大堆就会觉得有点不入味。反正只能说它猪蹄用料比平均成都这些好，比重庆的平均好，还可以，可以来试试。但是有提升的空间还是。我感觉它这个猪蹄会不会是冻猪蹄，但是经过了什么泡水或者什么处理，嘴巴现在特别寡淡，不像吃有猪香味的东西。咋说呢？这个还行，但是有点小问题，不确定。